大家好，我现在到陕西了，今天要去爬华山。看身后这个就是华山了啊，直上直下的，确实非常高。著名的西岳华山，自古华山一条路啊，爬华山是很难的。但是现在有索道了嘛，咱们直接坐索道上去。这个是北峰索道。今天是1月2号啊，刚过完元旦，属于免门票期间啊，淡季游华山非常的划算。然后这个索道票45块钱单程。华山地图，我从北峰这里坐索道上去啊，然后再去东峰、中峰、西峰、南峰这些地方转，然后西峰那里也有一条索道呢。它俩的区别呀，就是西峰坐上去啊，直接就到了最高峰了，然后一路下坡。如果从北峰坐上去的话，就是还需要再爬很多台阶的。但是北峰索道要便宜点啊，西峰索道比较贵。我从北峰上，坐索道了啊！哎呀，只有我一个人啊，淡季期间人非常少。这索道建得非常的高，然后看这里有一个瀑布也被冻住了，这个叫冰瀑。哇，可见这里晚上的那个温度有多冷啊！然后大家看，这下面是有一条登山路的，这叫智取华山路。当年解放军解放这里的时候，就是走的这条路。华山是以险著称的啊，你看这个山都是直上直下的，雄伟壮观呀。怎么样？一下索道就到北峰了啊，北峰的山顶，这里海拔1614米。哎呀，这里还不是最高的啊，还要爬到那个东峰才是最高呢。从这里爬上去还得2、3个小时呢，毫不费力，现在就到了北峰了。这里拍照的人很多啊，有一个华山论剑的石碑可以拍个照。金庸华山论剑啊，这个是西峰，这个是东峰。东峰看日出，西峰看日落。中间是那个南峰，它是形状像一个元宝啊，所以叫元宝山。站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全景啊，这里也是华山那个宣传册上拍照的位置。现在要顺着这条路到对面的东峰去啊，正好这里有一条路，先从这里下去。这路确实有点陡啊，要抓着两边的铁链子。这上来容易，这下的时候确实还不好下呢，一定要抓紧的。哎呀，下的时候你看看，这真的是垂直的，90度的啊！哎呀，还好不是很高啊，我这样转过来下吧，转过来这样下。哦，这样就方便了嘛。哇塞！华山果然名不虚传呀！今天天气不错啊，挺风和日丽的，也不怎么冷。这个是北峰上面的住宿啊，晚上可以住在这里。山上也卖很多饮料之类的，方便面。哇，还有鸡蛋什么的啊，肉夹馍，还有各种饼。坐索道上来的还没饿呢，如果是爬山上来的话，就要在这里吃点东西补充下能量啊。现在我继续走，这里有一个北峰顶的石门，可以在这里拍张照纪念一下。这山顶上小卖铺还挺多的啊。再往前走就到了插耳崖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块石头啊，就是你要贴着它紧紧的走，感觉要把耳朵插上一样，所以叫插耳崖。就这窄窄的一条路，我看能不能插到耳朵啊！我的耳朵，哎呀，我去，现在要走这条路了，这个叫直上云梯，垂直上的啊，这条比较高一点。我试一下，哎呀，完全是仰望，手抓紧这个铁链，
哎呀，这2条路呢，旁边一条，我这里一条。这老年人不能走这条路啊！哎呀，上去以后是个大石头。山上这块巨石像一个大象一样啊，这个大象那个小象，所以叫母子象。因为它上面有2个洞啊，一个像太阳，一个像月亮，所以又叫做日月岩。华山是一个道教名山，这里有王母宫、三元洞，也是供奉道教神仙的。走到苍龙岭了，这是登天云梯。苍龙岭是华山第3险啊！看啊，就从这里一条路走上去，这2边全是悬崖，只有中间这一条路。这边悬崖，这边也是悬崖。幸好这2边有栏杆啊，不然的话谁敢从这里走呀？栏杆高一点可以保护一下。从这下面看看，窄窄的一条路，而且这个栏杆很凉的，手往上一抓都冷死了。冬天来爬的话，最好戴个手套。啊，那个就是北风，从那里走过来的。这里真的是易守难攻呀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的地方。据说唐朝时候那个韩愈走到这里就没有路了嘛，就把他吓得回去了。哎呀！这就是韩愈投书处啊，因为太吓人了，把书都丢了。这就是华山的这个苍龙岭啊，华山第3险。看看冬天的华山啊，看这个大绝壁，这个落差相当的高了啊，雄伟壮观。马上就到顶了啊，在这儿休息一下。然后前面呢也看到一个冰瀑布，完全被冻住了。这瀑布流速那么快的水都能被冻住了。这里又有一个天梯，一路上这是看到的第3个了吧？这种直上直下的。我们走这边，确实很陡啊。走到金锁关了。到这里基本上爬了有4/5的路了吧，然后这边上呀挂了很多红布条，起伏的啊，然后有很多的锁，如果是情侣爬山的话，就可以在这儿挂一个，情比金坚的意思，也可以祈求平安健康，主要是讨一个好的寓意。然后这个山的对面啊，有一个仙人，大家看啊，对面这个山，你看这里是人的头，这是他的鼻子、嘴巴、眼睛，他的肚子在这里，然后脚在这里啊，这是一个人躺在这里，像不像呀？旅游秩序，请勿随手。这金锁关的后面挂的才叫个多呢，看看这个锁和红布条，这是有多少人挂呢？然后从这里开始啊，就分2条路了。这边是去东峰的，这边是去西峰的。我先去西峰啊，吃个苹果吧，补充体力呢，还能减轻重量啊。看这边上全是雪，今天大太阳，天气很好。再吃个面包，在山顶吃东西就是香啊，真好吃。这就是上西峰的路，哇，挺长的一条悬崖边的路。这2边也有栏杆，看看这栏杆外面啊，都是悬崖绝壁。西峰这边啊，这悬崖是最高的，那里就是西峰大索道，120的那个索道票啊，单程120，比北峰贵多了。这山上还有一个劈山救母的故事呢。你看这块大石头本来是一个完整的，好像被人用斧子从这儿劈开一样，所以叫做斧劈石。这是
沉香劈山救母啊，沉香嘛，拿着这个宝莲灯啊，这是他用的那个斧子。这是神话传说呀，有一个动画片，好像就是这个宝莲灯啊。因为沉香的母亲被二郎神压在这个山底下了嘛，所以沉香把这个石头劈开，救他母亲的啊，一个神话传说。从这里上西峰最高的地方，步步登高，上天台。哎呀，我也上一下，这个我一只手就可以上去啊，因为我另一只手还拿着手机。哇，哎呀，登顶了！哇，这就是西峰的峰顶了吗？哇哦，这里还有一个桥呢，看这里也有一个碑呢，看这里应该写的海拔高度呢吧？哇，西峰海拔2086米啊，在这里拍个照吧。又登上一座山峰，山顶也不是很冷啊，只是风有点大。然后山顶的观景台只有这么小，一下就转完了。但是站在山顶看风景比较好。这边还有一个塔呢，这也是观光台，这个叫杨公塔。是为了纪念杨虎城带他母亲爬华山，所以建的这个塔。在这里呢，就可以看到山脚下的华阴县城，可以看到这个县城的轮廓吧。它为啥叫华阴呢？因为它处于华山的北边。我们古人认为山的北边是属阴，所以它叫做华阴，它名字是这么来的啊。然后这里呢，还有一个拍照的点呢。就是这块石头，它鼓出来悬崖下面了，现在被拦住了啊！以前的话呢，就可以坐到这个尖尖上去拍照，现在这里被拦住不让拍了，很危险的。这个视频先拍到这里了，下个视频我们再去东峰和南峰转一下，明天呢再看个日出。好了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西岳华山山顶上啊，这里是东峰的山顶，东峰绝顶，山高人为峰，带大家看看这个山顶上是什么样的啊！你看，这有一圈的围栏，哇，这围栏外面就是悬崖绝壁啊，太吓人了！华山以险著称啊，这个山顶山路非常的险峻。都是绝壁。华山呢有东南西北中5个山峰，其中这个东峰呀就是看日出的。我今天晚上就住在东峰的山顶了，明天给大家拍日出的视频。现在去带大家看看这个山顶的住宿怎么样啊？哇哦，这条路好窄呀！现在已经晚上的5点多了啊，冬天的时候天黑的特别快，都没有人了，山顶上，这灯都亮起来了。然后对面呀就是南峰，南峰是华山里面最高的山峰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长空栈道啊，华山第1线就在这里。然后那边是西峰，西峰是看日落的，东峰是看日出的。华山这5个山峰都各有特点。然后我订的房间啊，就是下面这个，就在东峰这里，位置相当的好了，早上看日出的最佳地方。带大家去看看住的怎么样啊，环境好不好。然后房间在那里，但是厕所在这里，半夜上厕所要来这里啊。坐拥朝阳同日出，这个对联写的太好了，看日出的绝佳位置。这里也是鹞子翻身的那个地方啊，有一排房子，2层呢，去登记一下。哎呀，哇哦，这个小院子还不错呢啊！哎呀，就住这边，看看房间里面啊，
高低铺的一共是可以住10个人啊，5张床嘛，正好10个人。但是现在是淡季啊，只住了3个人。你看这里住了2人，然后我住这里，随便住啊，跟学生宿舍似的啊。好久没有住这种宿舍的房间了，正好回忆一下上学时代。房间里还挺暖和的，他用这个取暖的这个暖气片子。啊，现在淡季住的人少啊，旺季的话肯定会住满的。这个一个床位啊，180块钱，住10个人就是1800。哇，这个房间老板能挣1800。然后这里有热水啊，自己拿水杯去跟他们打去。然后卫生间在那后面的。现在再出去转一转啊。它是住宿分2层的啊，这下面呀就是那个鹞子翻身，看看去。鹞子翻身是华山第2线，在这里呢。但是来的太晚它就关闭了，所以要早上早点来。鹞子翻身走到头啊，就是那个下棋亭，看那里有一个亭子，哈哈哈，从这里走过去。你看这条路挺险的吧？还要穿上安全带什么的啊。明天早上就在这个观景台看日出，这个位置绝佳。这个方向就是日出的方向。房间后面就是小卖铺啊，卖烤肠、玉米，还有方便面啥的，矿泉水。方便面怎么卖呀？方便24。24给泡热水是吗？给你泡好吗？啊。来一桶。矿泉水呀？矿泉水11，脉动呢？脉动15。17呀。烤肠呢？12两根。12两根。外面太冷了，到房间来吃啊。山顶上吃泡面太幸福了。那个筷子也掉了，就拿这个牵着吃啊。再喝一口热汤。哇，吃一口烤肠。还买了一个这个小饼呢，这个饼是15块钱啊。看，薄薄的一层。山顶的物价就是这样啊，肯定比山脚下贵嘛，都是挑上来的。这就是今天的晚餐了。晚上这山顶是真黑呀，看在这里可以看到华阴县城啊，在山下亮灯的那地方，主干道非常的明显。这房间后面有水龙头，可以洗洗脸。这还是热水呢，我没想到啊。简单洗洗脸就行了，都没有带毛巾，也可以洗洗脚啊。哎呀，我去，这也太爽了吧！哎呀，热水泡脚。第2天，大好河山，从这里上去啊，就是华山的南峰了。带大家看看这个南峰顶上是什么样啊？南峰呢也是华山最高峰。你看这里有很多的石刻的，这是孟津蟹，什么到此一游啊，这都是古人刻的。参天、太华峰顶、太虚洞天，这边写的顶天立地，沐浴日月啊。这个峰顶啊特别小，只有这么小的一点点啊，都是拍照的人啊，在这里排队拍照。你看这里有个碑，上面写的海拔2154.9米啊，华山南峰。哇塞，这就是华山最高峰了啊！哇，站在这里一览众山小。最绝的地方啊，就是这山顶上还有一个天池呢，看这里面的水啊永不枯竭，冬天天气冷啊就结了冰了，因为它连着地脉呢嘛，所以这个水就不枯竭。再就是它在华山的最高峰上，所以叫做养天池。然后在这里啊，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黄河还有渭河的。
宋朝时候那个寇准就登到这个山顶了，他写了首诗啊：只有天在上，更无山于其。举头红日近，回首白云低。这首诗写的真是太绝了啊！在这个山顶感受一下这个诗的意境，然后也可以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。这里有一个华山论剑的石碑，这里拍照啊，背景就是这么壮阔的山脉啊，绝子。山顶还卖这个卷饼呢，现摊的，你看，现烤的，然后卷上菜，卷上土豆丝，15一份。在山上必须吃点东西啊，不然没有体力，走的腿都软了。必须吃饱才能走这些台阶。这个是通往中峰的台阶，哎呀，被2座大山夹在中间啊！哎呀，这一天天的净爬山了，累死了！哎呀，这个就是中峰了，这里的入口。这个山峰来的人更少，因为它处于东南西北中这个最中间嘛，所以叫中峰。到前面看看，从这里上去，正对面可以看到那个南峰上面的雪啊，一大片的雪都化不了。这是中峰的山顶，哇，好大一块观景台呀！可以看到对面的这个房子就是长空栈道，这是南峰的峰顶。哇塞，这里又有一个直上直下的梯子，叫云梯，这是通往东峰的啊。如果走不了这个的话，可以走旁边这个栈道，但是来了的话肯定要挑战一下啊。挑战成功！成功了吗？哇塞，这个真的是垂直的，一定要抓好啊！看看这个角度，这有个华山地图啊，华山我就游览完了。华山的东南西北中5个峰我都转完了啊。简单说一下华山旅游攻略啊。上山路一共有3条，最传统的呢就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徒步上去的啊。那条路就特别考验你的腿力啊，年轻人体力好的可以走那条路，到山顶啊7、8个小时。还有呢，就是可以坐西峰索道或者是北峰索道。体力不好的，直接坐西峰索道到达山顶啊，然后转这个山顶的这几个山峰，就没有多少台阶了。体力一般的就坐索道去北峰，从西峰坐索道上，从北峰坐索道下，这样的话一天就可以把华山都转完，然后也不是很累。如果你从北峰上，然后从西峰下的话，就会稍微有点累。这2个一天都可以转完啊。像我是在山顶上住了1晚嘛，我住在东峰，因为看日出的话比较方便。根据自己的时间和体力去选择路线啊，然后这边是门票和索道的价格，参考一下。这是华山东峰，现在早上7点半啊，要去看日出了。哎呀，好早啊！早上特别冷，到山顶去啊！山顶看日出，这里有卖早餐的，看日出回来吃早饭。哇，这小风一吹就清醒了。爬到这个山顶啊，是观日出的，东峰山顶。哇塞，山顶的风好大呀！那里已经坐了几个人了，起的都很早啊。哎，台阶还是蛮陡的。哎，这里人挺多吧，有20来个吧。然后再到这边的山头，今天是1月3号，
日出时间是7点46。哎呀，哇，这里人也不少。哇塞，这个悬崖好高啊！再看看这边，哇，超级高的。站在悬崖边啊，现在远处天已经亮了，一会儿从那边日出。哎呀，华山东峰东极绝顶，太阳现在其实已经出来了，但是被前面那个山挡住了，它的光已经从这里发射过来了。那边围的人更多呀，看那个悬崖峭壁上，这个位置真是绝佳。到那里看看吧。哇，还有人在这搭帐篷呢，多冷啊！山顶上风很大呀，尤其是冬天，晚上冷死了。就这薄薄的一层可以吗？这里也有一个杨公塔。哇，东峰有个塔，西峰有个塔，哇，都在这嚎叫呢。哦，出来了吗？让我看上一看。出来了，在这里呢。哇，这边的光没挡住，其他地方都被挡住了。好亮啊！现在。日出，出来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哇，阳光把那边都照亮了，这还有雪呢。这开始唱了，这里。现在太阳已经很刺眼了，不像刚出来的时候能用肉眼直接看啊。可以撤了，好冷啊，手都冻僵了。现在去玩这个鹞子翻身，这是华山第2险啊。第1险是长空栈道，第2险就是这个了。然后从这里下去，都穿戴上这个了，安全绳了，安全绳挂上，然后31个人啊，在这里排队。进来以后把这个挂钩挂上了。哥，哇，回家得奖啊！大哥，你看这个下去的路，都是在这个半山腰斜着的啊。这上面凿了几个脚踩的洞，直上直下，必须把这个钩子挂着啊。下面就是悬崖，看这个上面一个挨一个呀。来，给你拍个照吧。你给我一拍。都是在墙上挂着呢，你看，都是这么的下来的啊。然后他给了2个挂钩，如果过这个障碍的时候，就要一个一个的解开，不能2个同时都解开啊，这样起一个保险的作用嘛。从这里下来的啊，它就是刚开始这一段比较吓人，需要这个挂钩，因为这里是直上直下的啊，但只有这么一小段。然后那个地方是东峰山顶看日出的，就在山顶的这个下面的啊。走到这边的时候就没什么难度了，不用挂钩了，直接走就行了啊。哎呀，走到下旗亭那里，下旗亭在那里，其实很近的，来回40来分钟吧。我想了，我不会他。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，我要回家找妈妈。我要回家找妈妈。哦，这个地方也有点陡了，它是在石头上凿出来这个孔，脚要踩到这里面去，那样倒着走比较好走啊。我这样正着走不太方便，但是因为我要拿着手机呢，所以这样子好拍一点。哎呀，
还好吧。我操，你追上我了！倒着走就更快一点，根本不需要停，太轻松了 ，so easy。哇！又有一小节的这种路，这个也没啥难度，直接单手抓着铁链子就上来了。它就是台阶特别的窄，你看，如果脚踩的话，只能踩一半。哎呀，这上面好多大石头呀！哦 ，very good， 挑战成功。现在就到了下棋亭了，这是赵匡胤和那个陈川老祖下棋的地方啊。哎呀，这里观景不错的。哎呀，看这里还有一副残局，可以下棋啊，在这里。在下棋亭这跟前看不出啥效果来，应该站在远处才能看到这个地方是三面环绝壁啊，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通过来。这里就是华山的长空栈道了，华山第一险道，从这个口就进去了。进去之前穿上这个安全带。这个我不敢玩，我到这边看一看吧。这里有个观景台，可以看到他们怎么玩的。哇，就是从这里过去啊！你看，从那个门出来以后，顺着这个路往前走，就在悬崖边呢。哇，那么多人呢啊，都挤在这里了。然后要下去，下到这里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前面有一个平台，然后要原路返回。这个我不敢玩啊，那下面那么高呢，这恐高的人不能玩，玩一下要1-2个小时呢。这是奇险天下第一山，长空栈道，勇敢者可以挑战一下。这个我可不敢玩，我在这看看就行了，飞无人机看看吧。红色箭头这里就是长空栈道的终点，这个栈道一共100多米，都是修建在悬崖绝壁上的。胆小的人确实不能玩这个啊，它是誉为华山第一险，第2险就是我玩的那个鹞子翻身，第3险就是苍龙岭。这个栈道是谁修建的啊？它是元代时期这个华山上一个修炼的道士修建的。当时呢，他想找一个清净之地，静心修炼，所以开建了这个长空栈道。后来呢，就成为每一个游客来了都喜欢挑战的一个项目啊。朋友们，我现在到秦始皇兵马俑了啊，世界第8大奇迹。哎呀，久闻大名了，今天就进去看一看。今天带我妈一起进去啊，走吧。然后这个地方是提前1天预约的啊，65以上的老人是免费，然后我妈是免费，我是120的门票。从这里就检票进去啊。今天带我妈也进来玩一下啊。检票进来以后，这里有个地图，看我们现在在这里。然后从这里步行啊，10分钟左右就到达这个展厅了。这里面主要是看3个坑，最大的1号坑就是那个车马坑，经常在电视上能看到的。然后参观完以后再去3号坑，再去2号坑。走吧，咱们进坑。来参观的人非常多啊，可以走过去10分钟左右，也可以坐那个电瓶车。这里就是1号馆入口。哎呀，好激动呀！从现在开始就要进去了。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啊，今天终于走到现场了。你看前面这里围着这么多人，这就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候了啊！哇塞，看，哇，好大呀！这么大面积吗？这么大规模，这也太壮观了啊！这就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啊，秦始皇的军队，2000多年前了。哇塞，这是原址上挖掘以后
后来加盖的这个棚啊，这是遗址上建的这个博物馆。看来这个兵马俑在这里排的一整排一整排的，很整齐。但是当时出土的时候，都是后面这样都是已经损坏的啊。像前面这个一整排很整齐的这些兵马俑都是修复好的。这个1号坑出土的时候没有一件是好的啊，这些全都是修复过的。这兵马俑都是按照真人大小塑造出来的啊。再看一下他们的面部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千人千面啊。这就是2000年前秦始皇的地下军队啊，看看他这个军队是怎么样排兵布阵的啊。最中间这个是他的主力部队，其实就是步兵，然后这里呢也有马车拉的那个兵，这是人数最多的啊。然后最前面这里呢有3排，这个是特种兵，也叫做敢死队啊，有什么攻坚任务就他们这一排人先上，其实就是炮灰。然后最边上那里有一排兵马俑是面朝的那个墙壁的，那个是警戒兵，防止别人偷袭的。这里面很多一条一条的，这个墙是干啥用的啊？它其实以前这上面是搭的棚子呢，这个是承重墙，但是那个棚子嘛已经被烧毁了，所以就光剩下这个墙了。你看这上面呢是有烧毁的痕迹啊。在秦始皇之前，那个春秋战国那时候啊，很多那些诸侯王死了以后，都是用真人、真车、真马去陪葬的。你看秦始皇这个呢，他已经是文化进步了，用这些泥土捏的人去陪葬，最起码他不是真人真马了啊。历史上还有过活人殉葬的那个时期了，那个就更残忍了啊。到现在秦始皇用这些泥土来殉葬，已经是非常进步了。这个兵马俑是怎么被发现的啊？你看这里有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的这是发现秦俑的井址，就是1974年的时候，这个地方特别的天旱，当地一个农民他就打井啊，在这个地方打井，打着打着他就发现兵马俑的碎片了啊，出土了那些盔甲呀类似的东西，所以就这么发现了。所以这个兵马俑在地下沉睡了2000年，1974年以前啊，人家都不知道这里有兵马俑，之后才发现的，一经发现就轰动世界啊，被称作世界第8大奇迹。然后在原址上这里啊，又修建了这个博物馆，这个是原址。参观兵马俑的人是真多呀，而且有好多老外呢，旅行团也很多，所以不用请导游，在这儿蹭导游就可以了。这边是修复区，把损坏的兵马俑修好，而且现在这个1号坑还没有发掘完毕呢，还在继续发掘，据说要上百年呢啊，所以在这里干挖掘工作是一个铁饭碗。看看它是怎么样被修好的。现在就去3号坑看一下。这个坑的面积比较小，但是它的级别很高，因为这里面的兵俑啊都是那种将军、将官之类的啊。1号坑都是士兵嘛，这边都是将军，但是这里也都是损坏了啊。看看这个坑里面，这里有修复好的。这个3号坑呈一个凹字形的，它就是指挥中心。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就在这里指挥排兵布阵的，所以它的等级比较高啊。这个3号坑里面还可以照相的啊，就是跟它复制的这些兵马俑拍照，在这里呢。这里做的假的兵马俑啊，可以去拍照的，妈你招招手。这里不错的，做的就像真的似的啊。现在就去2号坑看一下啊，这个里面出土了兵马俑的镇馆之宝贵社俑，这就是2号坑了啊，这个面积也是挺大的，然后这个坑没有怎么发掘啊，都保护起来了。然后我们看
这个一条一条的这个承重墙啊，这个兵马俑就放在它的这个中间，因为这个承重墙上面是有那个顶棚的嘛，这个顶棚塌了，所以把那个兵马俑都压坏了啊。刚才我们看1号坑时候，那个发掘出来以后，那兵马俑都是一片一片的嘛。这里围的最多人的地方啊，就是兵马俑的镇馆之宝，这个叫做贵社俑。它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压坏的，就是保存完整的兵马俑啊，因为它是呈这个跪的姿态嘛，它的个子比较矮小，就是天塌下来啊，有个高的顶着呢，所以就没有压到它。看看2000年前的人长得什么样啊？有小胡子，还有单眼皮啊，眼神，然后他穿的衣服，这个铠甲，你看他肩膀上这个呢是下面的一片一片的压着上面的，这样他抬胳膊的时候就好抬啊。然后可以看看他的鞋底，哇，这个细节刻画的相当的圆满啊，这千层底啊，一针一针纳出来的鞋底子。然后这后面呢还是有颜色的，它出土的时候也是彩色的啊。这是出土的另一个镇馆之宝，这个叫将军俑啊，它是所有兵马俑里面等级最高的啊。你看它的手势啊，这个食指伸出来，这个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意思啊，就是说它的地位相当高了。整个兵马俑里面才出土了7件这种将军俑啊，然后他穿的铠甲呢也比别的人穿的要高级啊，还有这个花，这个东西是系这个铠甲用的啊，这个软的这个布条。然后怎么样知道它的等级很高呢？看他那个头上戴的那个帽子，那个冠，然后还有他脚下踩的这个鞋，这是翘起来的，这都是军官的标志啊。哇，一看他就站得很威武霸气啊，这个大将军的气质显露无余。3个坑都参观完了啊，妈，看了3个坑有什么感想？现场看了挺震撼。对，这个还是得来现场看看，跟电视上完全不一样啊。你现场看完再回去看这种纪录片呀，电视上看印象才更深刻。对，如果光看电视，你看完就忘了，你看了现场才能记住这些资料啊。对对对，是的。这边有一个文创商店呢，进去转一转。如果想带个礼物啥的哈，进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带个兵马俑回去也不错呀。哇，你看这不是有那个兵马俑？买了一盒这个兵马俑纪念品啊，一盒正好5个。你看有贵社俑、大将军俑、一匹马，这个是武官，这个是文官，正好装着一盒，200块钱，做一个纪念品啊，回去当摆件吧。看。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参观完了以后，你知道每个俑的含义，你才会买它。如果这个东西就是摆在市场上，我估计我妈也不会买，是吧？文化内涵。就是他知道它是啥意思。看完这3个坑，别着急走啊。这个门票还包括这个骊山园呢，那边还可以看这个封土堆、百戏俑、铜车马，还有这些呢。坐这个免费的摆渡车去啊，走吧。看这个碑上面写着秦始皇帝陵，哇，秦始皇就埋在身后这里啊，这是封土堆。我们之前参观的那些兵马俑都是他的陪葬坑，真正埋秦始皇的地方是后面这个地方，这里还没有开挖呢啊，保护着呢。现在就到了铜车马展厅了，那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。这铜车马呀，它是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啊，非常珍贵。这可比现在的什么劳斯莱斯什么还要高级啊！简单看一看，它这个上面这个叫华盖，下面是方的，那个是圆的，正好是一个天圆地方的造型啊。然后这个马的这头上有一个鼓出来的这个角，这是皇家马车的标志啊。